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第6期啊！我终于坚持到第6期了啊，中途并没有放弃啊。也很感谢各位喜欢听我说闲话的朋友啊。对，还有一些朋友说他并不怎么喜欢看视频，而是喜欢听啊。假如是那样的话啊，可以成为我的 Patreon 会员啊，我在里面会提供这个视频的音频版啊，以及文本啊。好了，闲话少说啊，今天总得有个主题吧？再是闲话，没有主题的话，那就太散了，对不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主题，我觉得甚至是和我都是相关的，就是老师啊。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老师啊。有些老师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啊。对，但是说实话，在人生的路途中遇到真正的好老师的这个几率，我觉得是挺低的，真的。可能老师说实话，他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非常博大的胸怀，都有教书育人的理念啊，更多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完而已啊。我可能是有些悲观啊，对不对？因为说实话，毕竟可能吧，因为对我而言，除了我本身是中文老师之外，我对老师这个职业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我儿子学校的老师啊。我儿子今年上这个小学3年级啊，我就发现他们学校的老师整体啊，反正对我而言，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可能为人父母的话，就是对这方面要求会更多一点。但其实我儿子在学校适应状况也还可以，学习成绩也还不错。今年他们很多科目都换了老师，换了一些新老师啊。这个学校可能就是去年6年级毕业了之后，可能又有一些老师走了，所以就引进了一些新的老师，所以有几个科目的老师都换了啊。比如说这个科学，还英语等等啊，对。然后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科学老师，就是我是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儿子有一定的体罚这个状态。我儿子说，就是星期3的时候，就是他下楼梯可能下快了一点儿，然后呢，老师问你是不是从别的地方下来的，我儿子说没有啊，刚好他还有个同学在边上作证呢，就是说李旭尧是和我一起下来的，但老师不相信他，然后老师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踢了他一脚。后来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儿子觉得这个科学老师上课就是一板一眼的，其实他去年的科学老师还挺好的，就是说根据儿子和我说的，就是说去年那个科学老师会延伸一些内容，就从书本上会延伸出去讲一些更多细节的东西，更多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今年这个科学老师特别的死板啊，一板一眼的，书上有什么就讲什么。而我儿子呢，上课的时候其实把那本书已经翻了4遍了，来回翻了4遍了，反反复复都是那些内容，很多都是他本来就知道的，所以他就有点就是吃不饱的感觉。比如说你现在非常饿，按道理这么大一碗白米饭你都能吃得下去，老师只给你来的这么一点点，一个小杯子的米饭，你肯定是不够吃的。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认真啊，他会把书这样翻来翻去，可能偶尔啊，这个桌子、椅子也会发出一些动静。所以在这个新老师的认知里，就是这个孩子很调皮，不上课也不听我说话，对吧？所以他已经给我儿子进行了一个标签化的这个处理。所以他当天就是那天踢了他那天之后，上课的时候还教育我儿子说，你上课不认真听啊，你这样傻了吧唧的，其实进行了一些言语上的进攻。我儿子回来之后和他妈妈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首先本着就是说孩子还是需要去适应学校环境的，就是和他说，就是想着怎么去避免这个事情，规避这个事情。就是后面可能上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上课的时候就算你不想听，假装听也要听，这种状态。对，想不到才隔了1天啊，就昨天回来的时候，其实在临睡前才和我们说，就是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又打了他。当时是他有个同学好像是橡皮擦还是什么掉了，让他帮忙捡一下。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同学呢把那个捡了。我儿子后来起来的时候，可能在老师的认定里，就是我儿子和那个小孩上课的时候不认真，
听，然后在底下捡东西玩或者抢东西玩这种状态，所以老师拿这个尺子把我儿子手掌给打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让我和他妈妈就很不舒服。虽然说实话，在中国的学校里头，老师打孩子可是很常见的，但说实话，我和他妈妈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和他妈妈都会和老师沟通一下。就是我们本着这个理念，不是和老师吵架，不是说要和他闹翻，或者是要怎么样，我们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些警告吧。这个警告可能要双引号，没有那么强烈了，就是告诉他我们比较在意这些事情，不希望他这样去做。而且我觉得这种老师他本身对孩子进行标签化的处理，对不对？认定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后面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可能会往这方面去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和瑶瑶妈商量一下，瑶瑶妈妈决定中午的时候给班主任打个电话，和他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让班主任和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因为班主任比较了解我儿子平常是什么这个状态，其实在侧面上也就是让老师明白，就是这个对家长比较在意孩子，你不要轻易的动手动脚啊，就是这个状态。其实我从这里还想说了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咱们聊到有一点，对不对？就是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异常的无聊，就是一板一眼的，课本上有什么东西他就说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延伸。按道理就是对小学阶段的孩子而言，对世界本来就充满这个好奇之心，这个时候老师把他们的好奇心完全框在了一个地方，不让他们发展，就像一双翅膀一样，把你紧紧的绑起来，不让你有这个翅膀去飞翔。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说实话对我而言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这个教育肯定是不能完全指望的学校一个方面的，父母也要使力，对不对？其实我想起就是上个学期的时候，9月18日的时候，就是中国918事变啊，是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啊。这个每年中国的，特别是学校里头，可能都需要纪念一下啊，就是勿忘历史这种感觉吧。当时就是都会邀请一个家长去上课，给孩子们上课。那个时候我就自告奋勇去了，我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做了一个 PPT。在当下那个节课里头，其实孩子们对我上的课特别有兴趣，虽然是说实话是一个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话题，挺枯燥的话题。假如你纯粹从爱国主义的这个角度去讲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无聊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就是讲课人，就是老师，从一些有趣的孩子们闻所未闻的角度去讲述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我就问大家有没有听到刚才的这个防空警报，我就从防空警报切入这个话题，讲了一下大概的这个当时的历史状态。而且918事变这个事情我并没有细讲，因为我觉得细讲这个事情会很无聊，而且很多细节对孩子们没有任何意义。我是把这个事情放在整个历史的这个框架里头去讲的。我希望孩子们更多是看到历史的逻辑。其实不要小看孩子们，以为孩子们什么都听不懂，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我是从中国日本在历史上的这个关系，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日本甚至还有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等等，对不对？后来慢慢为什么变到这样的状态，以及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向，我们真正要做什么的事情，特别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你们能做什么事情，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就让这个国家再也不会面临这样被侵略的状况。我觉得这些事情孩子们都特别有兴趣。同时我做了一个 PPT， 里面用了很多的图片去展示我想表达的观点啊，孩子们听得兴味盎然，甚至好几个学生回家之后都和爸爸妈妈说说李旭尧的爸爸讲课特别有意思啊。这个首先当然我觉得归功于我说实话确实做了很多 YouTube 的视频，我知道怎么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知道哪些东西是比较有趣的，同时我知道知识这个东西你需要去包装，需要用一种更有趣的更能吸引人的方式去展现出来，让听者真正是首先觉得有趣，其次应该觉得有益，这才是真正有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当老师就是应该这样，
就是中国古代的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不对？他说过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当然说实话，对于现在这个教育系统而言，我觉得有点困难吧。但我觉得有些老师可能也在践行这么一个理念，但更多我觉得还是父母的责任。父母应该怎么因材施教？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你应该想着从他的角度出发，从他的基础出发，怎么去帮他引进一些知识。比如说最近我儿子突然之间对这个天文啊等等有感兴趣了，我甚至在每天他晚上写完作业之后，比如说9点半之后，他是10点开始洗漱睡觉，这个时候他会有半个小时玩的时间啊。玩的时间是我和他妈妈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希望他有半小时玩的时间，就是不是纯粹每天都被学校的学业给塞满了，这样的孩子是没有任何灵性的，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的。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玩乐高之类的，这个时候我会给他读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点，比如说我现在在给他读一本书叫《万物简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用一种非常轻松的这个语调去讲述宇宙的成因啊，地球的这个历史啊等等啊，特别有意思。虽然感觉应该是给大人读的，但是小孩子其实吸收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啊。另外就是在中国的孩子们必然要面临有一关，就是学习古文啊。他们好像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有一篇古文，所以慢慢肯定需要接触古文。而古文说实话是我的强项，就是我很早就喜欢阅读古文的这些书籍啊。但是我觉得对孩子而言，还是要去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下怎么切入这个问题，怎么去引导他。所以最终我想来想去，觉得其实孩子们对故事是有一个天然的这个兴趣的。所以我就想，我一本书啊，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本书《资治通鉴》啊，这是2，说明这本书其实有很多卷啊，一共有6卷。这其实是古文的书啊，就讲中国历史的，就从这个战国时期一直讲到这个宋朝的前面吧，前面啊兵荒马乱的，成天打仗啊等等啊。我就想通过这个书，因为这个书整体文字是比较浅白易懂的古文，不是那种特别难的古文，而且我觉得整体而言，以描述事件为主导的这种古文其实更好懂，而且更有意义，对他们而言学习啊以后甚至应用方面都够引用。所以我就每天早上给他讲那么一点点啊，比如这个我是从这里开始讲的。我为什么从这里开始讲呢？这是公元181年。公元181年，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讲呢？因为我想从一个最有名的时期开始讲起。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三国时期啊。中国在三国时期啊，就是诞生了很多英雄的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三国演义》，但是演义这个东西它有点假，它和历史是不是特别接近的啊？所以我想让他真正的去了解三国这段时期。而且这本书呢，它叫编年体的这么一本书，它是一年一年往下讲的。比如说一开始写公元181年，后面会182年等等，每年的这些重要的事件它都会串在一起。所以我不只讲这么一点点古文，我会把里面比如说181年有谁出生了，有2个特别有名的人出生了，一个是诸葛亮，很多人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头像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对不对？诸葛亮啊，军师，对不对？还有当年呢，这个汉朝最后一个皇帝出生的叫刘宪啊，对。我就想着怎么去给他讲这些历史，不只是故事，甚至是故事背后的整个历史的逻辑，就是通过一个个点进入。就比如说我想给他讲，就是汉朝到了末年，它为什么会崩塌，为什么会造成天下大乱，就整个王朝。按道理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崩塌了，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的？而且通过一年一年的展现，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崩塌的过程。崩塌之后渐渐的变成动乱，天下大乱，最后这个秩序又是怎么最终建立起来了？这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就是通过不只是学习古文而已，更多是学习历史，以及通过历史学习一种认识世界的一种角度，认识中国的一些角度啊。不要以为孩子们小什么都不懂，其实我觉得孩子们懂得很多啊。
关这个，其实我还有点想法，就是其实我现在每天都会弄一点点给孩子讲这个。如果大家对这种历史类型的东西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它做成有声书的形式啊，就是也是一年一年往下讲。同时呢，不只讲事件，更多是讲背后的一些文化呀、一些制度呀，以及中国人的一些状态呀，还有就是一种底层逻辑方面的东西吧。而如果有兴趣的话，给我留言啊，鼓励一下我啊，我说不来就真的做出这么一种有声书的东西啊，而且是连载的系列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以史为鉴嘛，就是这个鉴啊，这个鉴其实就是镜子，把历史当作镜子，你可以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更好的了解现在啊。中国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对历史最喜爱的一群人了，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从历史上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教训以及知识，甚至把这些以往的经验教训知识都运用到了现在的生活里啊。好的，今天咱们聊了很多，从老师啊聊到了老师的方式，老师应该怎么教学，以及最后我自己是怎么教我的孩子。同时最后我还说一下，知识通鉴对不对？大家有兴趣啊，如果对这种类型的东西有兴趣啊，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啊，鼓励一下我，我说不来就做出来了啊。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再见，拜拜。